小伙伴们，今天来说说华为软件的实力。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华为曾连续18年霸榜中国100强软件的首位了。根据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的2022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前100家企业的名单，其中华为就是排在第2位，力压百度、阿里巴巴等一众互联网企业，仅次于腾讯。当时很多小伙伴感到好奇，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华为是一家做基站和手机的硬件厂家，为啥他们在软件领域比互联网大厂还要牛呢？因此我去查了更多的资料，然后才发现华为软件实力是真的强。2019年前，华为连续18年霸榜中国软件收入排行榜榜首。2020年后，采用竞争力来评估，华为依旧连续2年夺得榜单的第一，因为受到制裁才在2022年惜败于腾讯。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华为软件在网上的口碑真的是两极分化，而且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有些人表示质疑，说华为软件看看就好，它主要是靠硬件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还有一些媒体则对华为大夸特夸，比如福布斯中国形容华为是一家披着硬件外壳的软件大厂，这就让我对华为的软件实力充满了好奇。你说华为实力不强吧？他们偏偏把 EDA 软件和 Meta ERP 管理系统都实现了国产化，而且还是底层技术全部替代的那种，确实牛得不行。但是你说华为软件实力很强吧？我们平时好像也没用到什么华为软件啊。那么华为软件实力到底怎么样？为啥会连续霸榜第一的位置呢？它到底是硬件强还是软件强呢？大家好，我是熊猫，本期我们就来说说被大家忽略的华为软件。内容制作不易，麻烦大家动动小手点个赞和关注一下，拜谢拜谢。首先说明一下，华为软件排名并没有造假，因为华为参选的这2个榜单权威性都很大。其中，年度中国软件业务收入100强是由工信部网站公布的，每年都根据自家企业填报收入，加以核实信息后给予公布，可信度满分。还有一个是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前100家企业，则是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它的主管单位也是工信部。中电联的内部也都是行业专家或者是权威的信息产业官员担任。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也算半官方性质了。最主要的是，参与排名的企业需要自愿报名参与，因此它的排名也是十分权威的，很多企业都是以进这个榜单为荣。综合来看，华为软件能进这2个榜单相当的有分量。既然如此权威的媒体，那么华为软件实力为何受到质疑呢？这就得说说这2份榜单的排名依据了。不管是工信部还是中电联，他们的排名中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依据，那就是软件收入。而软件收入的项目非常广，其中有一个是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包括嵌入软件收入和嵌入软件出口等等。嵌入软件是用来控制和辅助硬件设备的，比如一台手机里面就有很多嵌入式软件，才能组成一个既可以打电话又可以接收信息和拍照的多功能通信设备。因此只要你卖一些具有嵌入式软件的设备，那么必然会涉及到软件部分。而华为的争议点就在这里，华为的基站、手机等各种硬件非常多，它们里面也有很多嵌入式系统软件，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出口的，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软件收入，还可以提高竞争力的评估。以工信部的软件收入排名为例，2018年时全国软件收入100强中，除了华为排名第一外，前5名里还有中兴、海尔、浪潮等企业，这些都是硬件大厂。因此有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华为并不能代表中国软件企业的实力，它的核心还是硬件设备大厂。这么说好像有一定的道理，难道真的是排名依据出现了致命性的错误吗？直到我自己再次去核查以后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份榜单的计算参数其实是全球通用的方法。在国际上，软件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包含了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任何中间件，比如工业软件、数据库、编程语言等等。尤其是操作软件、数据库以及中间件是业内公认的3大基础软件，被称作根技术。根技术的意思是可以为其他技术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没有根技术，那么应用软件开发的再多再华丽也是虚有其表。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中国软件行业的共识。华为任正非曾说过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操作系统，那么我们是不是傻了？企鹅的马哥也说过移动支付领先全球，但是没有基础技术支撑，就像沙子上建楼房，一推就倒。任正非的故事听多了，大家就无感了，但是马哥都这么说，估计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讶吧。从这也可以说明基础软件和中间件有多重要了。而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设备就是由冷冰冰的零部件组成的，它本身是不具备各种功能的，但是通过软件控制，它就具备了很多设备独有的能力，因此它的作用非常大，属于操作系统和中间件的一种。因此工信部把它列入软件范围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恰恰是现在还没有重视基础技术的人。而且华为列入软件排行第一，也可以鼓励企业多发展这种底层技术。
其实华为软件爸爸可不仅仅依靠嵌入式软件的收入。2020年后，工信部也开始注重软件的质量，因此后来就基本没有发布各家企业收入排行了，反而改为中电联统计。排行不是将所有企业都纳入软件排名中，而是细分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报告以及100强企业和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报告以及100强企业。更关键的是，榜单不再单纯的以收入作为排名依据，而是将质量、技术、研发等多维度衡量，建立一个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指数计算模型来衡量，再进行排名。华为在新模型下依旧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绩。在电子企业里，华为连续3年取得了排名第1的成绩，力压海尔、中兴、小米等企业。在软件企业里，华为取得了2020年与2021年的榜首，在2022年中惜败于腾讯。如果不是老美的限制，华为软件的排名不会输给腾讯。所以不管从哪个维度去评价，华为软件的实力的确属于中国顶尖的那一类，因此福布斯中国才会形容华为是一家披着硬件外衣的软件大厂。那么问题来了，华为是如何做到的呢？它明明是以基站起家的，为啥做软件也如此出色呢？答案其实就是福布斯中国说的，华为是被硬件蒙蔽的软件大厂，它贯穿了华为起家、转折、备胎、国产替代等时代。如果没有软件，华为不是被时代抛弃，就是在被美国扼杀的道路上。在华为创立的初期，华为就非常重视软件研发。1988年时，华为通过代理 HAX 交换机起家，然后华为就开始重金研发交换机，在3年内连续研制出3款交换机，一举奠定了华为运营商主营业务。这3款交换机就是 HJD48、JK1000 以及 CNC08， 其中 HJD48 年销售额突破1亿，它帮助华为在自研道路上实现了突破。JK1000 销量不佳，但是帮助华为拿到了邮电系统的资格，而 CNC08 则大获成功，彻底奠定了华为技术领先的地位。他们的故事直到现在都是业内的佳话，大部分人都对郑宝用、李一男等研发总工充满敬佩，将所有的赞美都给了他们几个。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台交换机的研发不是单纯的靠某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输给总工的大佬，其中就有华为软硬件研发奇才。HJD48 交换机就是如此，它的总设计师是郑宝用。郑宝用借助 HJD48 成为华为研发总工，是当时华为的2号人物，地位仅次于任正非。郑宝用的确是领军人物，他帮助华为搭建了研发体系，但是他的手下其实还有2个顶级人才，一个是硬件研发负责人徐文伟，另一个软件负责人则是聂建林。徐文伟研发了华为第一颗芯片 ASIC， 非常擅长硬件开发和汇编，可谓是战功赫赫。而聂建林则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也是软件天才人物。HJD48 上一代产品就是华为的 BH01， 它只能带得动24个用户的交换机，属于低端的小型产品。HJD48 交换机则是要在这个容量上再上升到48口，而且采用的技术是当时国内还未成熟的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编写这个软件同样需要汇编语言，最终徐文伟和聂建林的合作实现了技术攻关。软硬件结合让 HJD48 交换机的体积更小，质量更好，容量还更大，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让华为在1992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个亿。但是当时交换机的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 HJD48 交换机的优势越来越低，华为必须寻找新的机会。恰好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行业刚刚开始爆发，于是华为就瞄准了中国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供应商的位置。中国邮电系统内用的程控交换机都是进口货，不仅供需大，而且单价都很高。如果华为能够成为邮电体系的供应商，相当于有了稳定且优质的客户，对于华为的发展壮大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但是想要成为电信供应商可不容易，不说国外厂家的技术优势，单国内就有巨龙通信、大唐通信、中兴通讯等企业也在虎视眈眈。但华为还是通过一款更先进的交换机产品拿下了这个单子。这款华为的成名之作，第一代1000门路的交换机 JK1000。HJD48 交换机是用于家用和小型商用的，而 JK1000 是用于大型运营商的，它有1000个端口，而 HJD48 只有48个，两者的难度完全不一样。首先，连接口的数量规模相差了20倍，复杂度直线上升，需要更加强大的系统控制。其次，运营商对于交换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不仅交换机本身要稳定，交换机的系统也要有足够高效的管理，还得能提供计费以及提升新业务，甚至后期的维护等功能。因此 JK1000 的系统得具备优秀的软硬件控制、分配、协调等功能，这需要华为自己从头一句一句敲代码，而且还要把代码敲得好，得配得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成功要求，难度依旧非常大。好在华为有徐文伟和聂建林等软件天才，徐文伟擅长汇编，聂建林擅长 C 语言，于是他们就利用混合编程的方式，重新锻造了华为的交换机主机软件系统，最终在1992年的下半年，成功的推出了自家第一代1000门路的交换机 JK1000，再次创造历史。
JK1000在华为历史上口碑并不好，它的销量只有200多套，因此很多局外人都觉得这是华为最错误的一次研发。事实上并不能这么认为。JK1000最大的作用不是销量，而是它让华为拥有了替电信运营商供货的资格。有了门票，这才有了 CNC08 数字交换机的成功。CNC08 交换机的主机系统继承了 JK1000 的技术研发路线，一部分人负责硬件，另一部分人负责软件，不仅增加了数字网络，还把端口做到了上万个甚至100万个端口。当然100万个只是个口号，有点夸张，但是华为的确凭借着 CNC08 的128门的优势，首次做到了窄带数字交换机单品世界销量第一。自此华为才真正将运营商的业务拿下，真正站稳了脚跟。所以我才说软件其实是华为崛起必不可少的因素，它被藏在了华为硬件的下方，但却支撑了华为早期的交换机系统。在这之后，华为就复制了这个模式，一边卖产品一边卖服务。早期时华为还是靠硬件挣钱，后来软件也开始挣钱，华为就搞了个存量收费，可以按照客户按照功能控制，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非常丰厚的服务年费。依靠这些服务年费，在2011年时就拿下了中国软件收入100强的榜首。随着业务扩大，华为还在2007年加入了 Linux 开源社区，但是华为软件研发已经跟不上了发展速度，不得不采用自研、外包、采购等多种形式的软件战略。不过这种战略很快就让华为吃到了数次大亏。比如在2009年左右，云计算开始兴起，华为软件业务扩展到云上，准备打造自己的云上核心网。不过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问题。云计算是一个新兴事物，它需要服务器和操作系统的软件进行控制，华为就需要对这些软件进行研发，那就得用到一个程序员必备的开发工具。这些工具就像工地上的工人手里的设备，有了好设备才能把房子盖的是又快又好。但是华为的这些工具却已经跟不上华为庞大的部门需求了。比如以需求管理工具为例，原本每个小团队都在研发各自的内容，一旦需要一起合作一个大项目的时候，如何传递各自的需求、协作等流程时，就容易出现管理混乱、效率降低等问题。因此为了改善效率，华为又走上了自研开发工具的道路。开发工具也属于技术软件，自研开发工具就不得不去研究底层技术。就这样，华为为了把产品越做越牛，不得不把自己一步步逼上软件大厂的地步。华为接触的越多，就越意识到美国软件的强大。任正非后来自己说过，自己一面是非常钦佩美国的实力，但是一面又忌惮美国的霸道。当时他就思考，如果这些操作系统和芯片不给用了，那华为的路是不是就断了？于是摆在华为面前的就有2条道路，一条是在美国基础软件上对外购软件进行改造，还有一条就是全部自研操作系统、中间件等基础软件。然而在那个年代，华为还需要与美国等其他国家打交道，自己全部自研反而会让合作伙伴感到担忧。所以任正非选择2者都要，一边尽量将软件改得更加流畅，一边制定了备胎计划。因此诞生了一个华为乃至中国伟大而且神秘的部门2012实验室。有传闻说过，这个备胎计划源自于电影2012，我觉得可信度挺高的。因为2012实验室下面有6大部门，其中有一个叫诺亚方舟实验室，它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其他5个分别是中央研究院、中央硬件工程院、海思半导体研发能力中心以及中央软件院。你没看错，软件是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地位与海思半导体是一样的。它是华为专门研究技术软件的部门，部门内还分为欧拉实验室、图灵实验室、高斯实验室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科学家。他们涉及到 AI 框架、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编程语言等，这些都是我们常人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软件，但在华为的眼里，它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诺亚方舟。据统计，华为在过去10年中已经投入了9773亿元用来研发，而这些研发投入中，大部分都用到了软件研发中。不过，这种超前的眼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刚开始时，2012实验室的学者心里其实是有顾虑的，他们不懂自己的研究是用来干嘛的。因为作为备胎，美国如果没有下手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些研究不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甚至很多优秀的成果将被埋在沙土里，这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任正非在2012年7月份时，专门与实验室的负责人展开了内部问答。这份问答我看了，觉得非常震撼。有2个问题可以分享给大家，其中一个是中央软件院欧拉实验室的研究员咨询任正非，他说市场上已经有苹果、微软、安卓的系统了，我们研究操作系统是为了什么呢？任正非当时的回答是，做终端系统是为了战略考虑，如果这3个系统一直给华为用，那么华为就不需要操作系统了。但是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粮，我们是不是就傻了？研发操作系统就是要在断粮的时候备份系统能用得上。还有一个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有人问，研发就应该强攻，就是集中力量去在城墙上打一个缺口，那么什么是强攻呢？任正非说我给了负责人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以及2万名研究人员。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但我还是要给，
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其实从这篇问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华为在2012实验室的投入非常大，可以说既给钱又给人，还不逼着他们出成果，因此才有了备胎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并不知道华为的备胎到了什么程度，但是美国的经历让我们见识到了。2019年5月，美国发布了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华为设备的指令，并且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1年后，美国禁令再次升级，不但禁止芯片企业给华为制造芯片，还禁止华为使用美国软件，比如 EDA、CAD 等等。当时市场上一片哀嚎，因为这些软件正是任正非口中的技术软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规避这种制裁，更别说一家企业了。很多人甚至一边喊着没有 EDA 就没有芯片，一边认为华为会像中兴一样向美国低头，但是华为并没有，而是接连发布了备胎转正、向下扎稻根、向上捅破天等悲壮誓言。2012实验室尘封已久的成果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时候。2019年后，华为数次集结了旗下的工程师，相继开启了鸿蒙、欧拉等大会战，其中大部分都是以软件为主，比如推出了专门负责终端消费的万物互联系统鸿蒙，还有面向企业服务器的欧拉系统，还有像帮助开发者的开发软件方舟编译器，以及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 Code24 软件，用于设计14纳米芯片的 EDA 软件，用于企业管理的 Meta ERP 的软件，解决了卡脖子的领域，而且还是从底层系统和基础软件全方面实现国产化，每突破一件，华为就开源一件，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共同参与。华为在软件上发力，让大家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软件大厂。以往中国重硬轻软，即使是互联网企业，也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研发应用，很少有企业愿意做底层技术。但是真正遇到封锁时，大家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软件的实力。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期见。